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。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 ARPG 游戏《卡达叙传说》。这款游戏非常的特别，它有强烈的 RPG 的要素。有多强烈呢？龙与地下城系列如果和它相比的话，就是一款轻版动作游戏。一共4个人物可以选择，分别是战士、法师、忍者，还有女祭司。我选择了女祭司。大家注意，刚才屏幕左上方就是我人物的一些参数，包括等级、经验值、钱数，还有道具、力量、敏捷等等。本作是泰东，发售于1989年，年代非常的早。后续也曾经移植到包括世嘉 MD 的家用机平台，但是世嘉 MD 的版本阉割了2个角色。作为一款 ARPG 游戏发售在街机的平台，本作也算是空前绝后了。和街机平台其他的带有 RPG 元素的动作游戏不同，本作具有很高的自由度。咱们可以在冒险的流程当中返回城市、返回城镇进行休整。我现在等级是1级，等级的上限是20级，但是一般来说，正常的通关你是达不到20级的。但是因为本作有着比较高的自由度，玩家可以在一些场景进行练级，比如开场打猪战士那里，还有刚才打这些骷髅怪，都可以通过反复的拖动屏幕的卷轴来刷怪。虽然游戏当中有限时的系统，但是我选择的女祭司可以回复时间。另外咱们在商店里边也可以买到回复时间的道具。所以一些玩家玩这款游戏的时候还是会进行练级的。人物不仅可以通过练级的方式变强，而且也可以捡敌方掉落的钱袋，攒下来很多金币到商店里边购买武器还有防具。我选择的女祭司比较适合新手，她不仅可以回复时间，还可以给自己套上保险保护罩来抵挡伤害。这里咱们打第一个 BOSS， 黑色的史莱姆布丁。攻击的方式比较简单，但是这款游戏是不能和敌人发生碰撞的，撞到敌人的话也是掉血的。人物升到了2级。前方这个建筑就是传送门，它是用来切换游戏区域的。这里是到达了城镇，我需要消费一波了。睡觉的地方，旅店的价格随着使用次数的上升，它的价格也是不断上升的。这里咱们来买一下武器和防具。这个商店里边咱们只能升级一下武器了。攻击的距离变长了。我刚才说女祭司比较适合新手，但高手玩这款游戏都喜欢用法师，法术非常强力。游戏当中你还可以和很多的 NPC 进行对话，甚至接到一些任务等等。所以这款游戏真的就是发售错了平台啊！它
它移植到家用机之后就取消了限时，所以说家用机的版本练级更加的容易。刚才的藤蔓向下延伸到了水中，人物如果没有避水道具的话，到水里是掉血的，血量不断的消耗。但是如果咱们的血量充足，这样的话就可以从水里边直接趟过去。这样做带来的结果就是你少打了一个区域，通关的速度变快了。所以这种玩法当年在街机厅是不流行的，因为你投了一个游戏币，就想体验到更多的游戏内容，就想玩得更久。现在3级，感觉又要升级了。宝箱里边是钱，这里打一下隐藏。隐藏的道具一般都是回复的草药之类的。草药非常的特别，当你的血量被敌人清空了，它会自动给你回复10点的血量。不同的版本之间携带的道具数量是不一样的。日版应该是最难，只能携带1半的道具，并且不同版本之间旅店的价格也是不一样的。所以玩不同版本的时候，你要面对不同的难度、不同的打法和节奏。这里咱们打 BOSS， 这个 BOSS 我感觉弱点就是头部，因为你打它的爪子还会再生。打完 BOSS 就出来一个妹子，这个妹子实际上是一只美人鱼。跟着他走，他会送你可以下水的道具。这个设定让我想起了恶魔城，通过道具或者技能，让你获得新的能力，可以到达地图的不同区域。变身了呀！虽然是人鱼，但是也是不错的。可以了，咱们可以下水了。应该说可以下水不掉血了，因为游戏的区域都做的不大，所以才出现了一些偷懒的玩法，比如说耗费血量，直接从水里边趟过去。咱们往这边走。其实我做的这个视频可以当做攻略来看，按照这个打法和节奏，肯定是能够通关的。咱们的钱数现在不多，我玩的是世界版，世界版的金钱最大应该是6万。这种石像好会玩啊，让我玩成跳绳了。游戏后期会出现石像的升级版本，他甩锤子的时候就是跟踪了。咱们好像又升级了，现在32点血，大概就是我血量的1/3。这里可以下水了。跟大家说一下游戏的剧情。在游戏的世界当中，数千年前，恶魔和人类曾经一起生活在大地上。但是随着双方冲突的加剧，
最终爆发了战争。恶魔战败，被迫转入了地下王国卡达绪。卡达绪也就是本作标题的由来。几千年之后，恶魔诞生了一位领袖，炎魔巴罗格。在他的带领之下，恶魔又重回人间，并且绑架了迪萨尔王国的公主萨拉萨。迪萨尔王国的国王召集了4位勇者，想要击败魔王，救出公主。所以游戏的剧情真是俗套到不行啊！而且我选择了一个女祭司，你说你救出公主有什么用啊？哎，等一下，我想了一下，我感觉我更有干劲儿了呀！抓紧啊，咱们快点把公主救出来，我等不了了。我刚才在商店里边买了一件防具，所以主人公现在衣服换了，变了颜色。万万想不到，一款1989年的游戏竟然有纸娃娃系统。我现在手里拿的武器样子和原来也不一样了。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一个练级的点，因为现在时间比较充裕，所以说我大概在这里练了6、7分钟吧。练完了之后，急需补充一下道具。现在是10级了，当然了，越到后面需要的经验值是越多的。这里是一个道具商店，咱们就各种买了。现在时间还比较便宜，从50起步。这个版本后面会涨到3万，但之前也提到了，女祭司是可以回复时间的，所以说如果咱们不是每个版面都进行练级，时间方面还是比较充裕的。咱们级也练完了，东西也买了，继续前进。现在就是血量不大充裕，需要到一个村子睡一觉。后面的流程当中我就不练级了。这里只是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练级点。这个练级点的好处就是敌人比较呆。这种石头人，如果你不是背对他，他的移动速度是很慢的；如果你背对他，他就加速。蜘蛛碰了一下，掉了10点血。如果之前咱们没有拿进水道具的话，那在这里碰到水也是掉血的。所以说最好还是按照流程来走。如果你想打速通的话，那就不用拿了。这里要打一个 BOSS， 好大一只毛毛虫啊！每回是滚2次。BOSS 打完了，拿到了他的丝线。咱们现在有2个选择，一是可以利用这个道具继续冒险，但是血量不太多了，所以说我决定回城睡觉，把血量补满。对自己的操作自信的小伙伴，也可以在22点血的前提下继续往前走，因为你毕竟还有草药呢。但是在游戏时间允许的前提下，咱们花几10块钱就能够把血量补满。所以说还是回城一次。回城的话，路上也可以打倒很多敌人，拿经验值拿钱。反正我玩RPG 游戏就是喜欢练级啊。
这里再买点东西吧。这个地方看起来像矮人商队的补给点，你能够看到一种像兔子的生物，那就是他们的坐骑。钱花的差不多，咱们就走了。回村子里边睡一觉。游戏打到现在，咱们还没有使用过旅馆呢，是吧？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基本上就是原路返回。这里有一个武器店，之前在这里我是买了这件衣服。其实路线并不复杂，毕竟游戏整个流程在40-50分钟咱们就能够完成，比塞尔达恶魔城之类的是简单多了。我现在血量是22，咱们看一下，练了好多级，把血量补满，能够到多少？我估计要到100多了。睡一觉才50块钱，超值啊！后面会涨价的。166， 11级。那咱们血量也补满了，现在身上道具也不少，关键的丝线也拿到了，可以向下一个区域前进了。现在咱们的防具还缺一样，就是帽子。后面会买到的。和涨价之后的旅店，还有回复时间的道具相比，武器和防具都非常的便宜。进了传送门。这条岔路没有走过，在这里使用一下它的丝线。可以继续前进了。速通的话，刚才的城镇就不用回去了。这里给大家演示一下女祭司的防护罩魔法，它可以抵挡伤害。抵挡的伤害不是按次数计算的，是按伤害值计算的，应该是能够抵挡32点。所以放到游戏当中，普通的怪3到4下。这种刺猬还是要躲。这里有一场 BOSS 战。我刚才站的点不准，被打到了。被打到之后，这个位置就准了呀。打倒 BOSS 之后，获得了长生不老药。那边有一个宝箱。这里还有隐藏的道具，但游戏当中的隐藏我应该拿的是不全。毕竟如果你知道套路的话，游戏的难度不高。隐藏的钱袋，发动一个保护罩。这里是2只鹰身女妖。还有考验玩家跳跃的部分。
对这款游戏感兴趣的小伙伴，可以照着我视频的流程来玩，能够让你体会到游戏当中绝大部分的内容。但是因为流程比较长，所以我应该会分2期给大家录制。前方的地点是矮人的城镇，这个城镇的位置非常重要。咱们在打最终 BOSS 之前，有可能都要回来的。先进武器店，人物12级，2000多块。可以升级一下武器，价格1000，买了一顶帽子48。人物现在的头上有帽子了，说是帽子，看起来更像一个头环啊。这次的旅店咱们就不用住了，血量比较满。再来补一点道具吧。最重要的是买一把银钥匙，前方的流程当中会用到。这个传送门出来之后是一个村庄，村庄的左侧是冒险的下一个部分，咱们需要拿到关键的道具，这样的话村庄的右侧就会搭起一座浮桥，就是最终 BOSS 所在地卡达绪城堡了。现在这个场景咱们应该会来几次，完成任务、回村庄等等，都需要路过这个位置。所以说目前这个版面一定要熟悉。除了敌人之外，最讨厌就是有几个雷电的点，如果走得太快会被劈到。游戏进行到这里，流程上大概是一半，20多分钟吧。因为游戏的流程比较长，所以会分2期给大家录制。本期时间也差不多，先给大家录制到这里。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